这个官员在现场，林北京干爆他，然后这个妈妈其实就完全台湾化了。必须的才会有身份证。对啊，我现在是身份证，全部给你交，对，全部废掉。如果假设不交的话，我那边就没有。你有放弃就是有啊。我说我有放弃，你非要说我没有放弃。我可能在大陆都没有身份，我去找你的资料，绝对有大陆的身份证啊。怎么会是这种态度？你就大陆人，你就大陆人，你就大陆人。这个陆配妈妈很客气，她很着急，你知道，她一定就是在对岸走投无门，她也在台湾走投无门。如何阻止民进党欺负陆配？不可能，全天下唯一能够叫民进党收手的只有2个人，一个就是老美，一个就是老共。沈伯洋自己就是在这一波追杀陆配、猎杀陆配背后推波助澜的元凶之一。包括沈伯洋过去也就讲啊，什么陆配、陆生、公庙都是第5纵队的高风险族群。你在他的相关注册里面，你会看到所谓的木马屠城，或者是在台湾的第5纵队，他对陆配是很歧视。他自己就是美国代理，所以他看任何人都会觉得，你但凡言论上有点问题，我也怀疑你是中共代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们陆委会啊，移民署你们最近干的大事都是对的，台湾人民拢听令，对吧？正港的台湾人又在猎杀陆配。当然，这个猎杀陆配的源头是八炯哦。那八炯当然也不是他单独去猎杀陆配，主要是后面的黑熊授意他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其实现在民进党呢是多位一体，党、网红、侧翼、节目、名嘴、立委、政府。全部合在一起，而且是因为连合法的，而且都已经在台湾生根多年的都是如此。铺马最近就来讲这件事情了。他说最近陆续接到一些陈情，针对移民署开始清查中配户籍，民众经缴交海基会验证之注销大陆户籍公证。因为两岸是利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所以你在台湾有户籍，你就不会在大陆有户籍；你在大陆有户籍，就不能在台湾有户籍。是这样。那其中有些中配来台超过20年，放弃中国户籍的资料已不知所踪，而且基于各种原因且甚难堪回中国补健康啊、不适飞行等等等等。这个是2004年就有修法，不是新的东西啊。那他会找移民署来厘清这个问题。第一，移民署澄清作业早在半年前就开始了。日前遣返呢，宣传武统中配的事件无关了，总共有3波，现在进行到最后1波。那为什么之前没有爆出来，现在突然爆出来呢？真的跟所谓中配武统没有关系吗？第二，关于放弃中国户籍不知所踪的状况呢，其实进行协调，很快会有后续的配套措施。配套措施在哪里？第三个，针对呢移民署专线打不通的状况，我已督促相关单位尽快呢加速服务量呢，有新进度很快就会跟大家再说明。所以讲了半天，其实相当于什么没讲，然后还是继续在做清查，还是继续在做扫荡哦。那这件事情当然引爆了很大的民怨啊，导致呢沈伯洋他的脆竟然被大量的涌入，然后大家喷他，很快哦，几个小时就200则了。这是其中一个陆配子女哦，他说我母亲收到那封补件通知开始，我就没有办法再专心课业。什么补件通知呢？就是叫你证明你在2004年以前你来到台湾，对不对？你必须按照海基会验证之注销大陆户籍公证。他就提到说我妈妈从小教导我们要爱台湾，守护这块土地。她来台湾30多年，奉公守法，照顾家庭，缴税纳税，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一生都为家庭付出，在社会安分守序。今天却因为一份30多年前未被要求，而现今更无从补办的文件，尽可能被面临撤销中华民国身份。这里非常严重。普马刚才都在避重就轻哦，会被撤销什么？跟大家讲哦，这次跟那个陆配雅雅的所谓的居留权不一样哦，居留权是你来台湾可以长居。这是要撤销是你的身份证，你就想有一天突然一觉醒来说，你要补某个文件，不然你的身份证要被没收、干掉、注销，你能接受吗？我也忍不住要问，这真的是我从小认识以宪政民主自由为本的中华民国吧？其实就是民进党的这个做法，支持民进党的陆配也中枪，然后民进党支持者或者是陆配的小孩是青鸟也中枪，就是都挺不下去。很简单嘛，因为本质上就是不合理的，你要人突然交出一个20-30年前的一些文件跟证明。首先呢，这是20-30年前来的，据我所了解，其实一定都有交过相关的证明，一定是先把大陆的都已经办完除籍了。然后当时好像是给了台湾的另外那个机关，不是什么海基海协，因为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对，给了台湾的机关。重点是没有什么，你知道吗？没有移民署，所以当时大家缴交的证明缴到哪里，你知道吗？摘包协会。对，然后主要在户政事务所。可是移民署跟户政事务所是搭从，就是不同的机构，因为移民署哪里来？移民署是陆出境管理局升格而来。总而言之，就当时一定是都办理完了才能够拿得到
中华民国的身份证。那现在你要人再重新去生出来，第二个其实早就已经给了，第二个呢，这个现在你不可能再重新给一次啊，这实际上也不合理。突然要你拿出20-30年前的缴税证明，否则就说你没有缴税逃漏税，当然不合理。再来，它程序上也是违法，因为行政处分的请求权应该是只有8年啊，民事的追诉期呢是20年。现在居然要求21年前你没交的东西，好，或者你交过的东西要你再交一次，在本质上它已经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所以这是一个违法，然后也不合理，也不合情。目的是干嘛呢？很简单，就是在猎杀陆配。当国民党的立委质询的时候，陆委会说硬干到底。沈伯洋假模假样的开了个什么协调会，他说有消息在跟大家报告，到目前3天没消没息啊。这3天沈伯洋的脸书还是在搞大罢免，还是在国会里面霸占一场，也没有跟他讲有什么后续的所谓配套措施。我还帮沈伯洋查到他的配套措施，陆委会给的哦。什么样的方式？如果你拿不到那个证明，又怎么样的方式呢？一、附录恐有人身疑虑者，因政治重要因素曾遭迫害；二、因重大伤病卧床配合医疗身体行动衰变不便者，这叫重大伤病卡了嘛？但他也不写清楚重大伤病卡。对啊。3、104年1月1日起即未附录者，如果经查获仍有附录者，主管机关仍会要求缴付丧失原籍证明。104年什么意思？今年是114年，10年都没去中国，没有去中国。你想一个问题哦，旅游不行，这一个，第二个，他的家人都还在，对啊，他回去看他老爸老妈，看他兄弟姐妹，看他侄子侄女，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他10年要人家骨肉分离，10年都不能去。第4，中国大陆出生及返台定居且主张从未在陆涉及，经主管机关核查确认者，你怎么确认？对，人家对岸也不会鸟你啊，要命！这全部都是政治判断。当前对民进党来讲说，你看陆配呢，你如果运气好的，你支持民进党，然后你还可以找到个别的立委帮忙，个案当中可以获得过关。那其他不支持民进党的，等死，活该。漫长的官僚系统，漫长的官僚主义，你就等着去申诉吧。那么未来啊，你不要想说，那你看现在总算是可以解决的啊，他们好像也没有那么极端啊。哎呦，你看王一川这不就很极端吗？6年要改到10年呢、照他的意思，其实就是通通都滚出去。不要忘了，只要你是陆配这个身份，陆配的相关家庭小孩，在台湾民进党执政底下，身份就是原罪，就是不可饶恕的原罪。所以所有的陆配家庭100万的人口，应该要清楚的认识到。什么？就是比如说现在这些留言的，想说，哎呀，我们全家都是绿的啊，太太是陆配，但也是绿的啊，他也反共啊。你在台湾有用吗？没用，因为民进党要切割的时候还是切割，民进党要打击的时候还是打击你。只要你是陆配这个身份，在台湾就是原罪。不要以为你现在好像比较亲近民进党，即便今天啊，你委托民进党的立委帮你个案解决了，明天、后天、大后天没有下一次了。除非你能够以陆配的这个身份在整个民进党内变成一个超厉害的超级网红，变成一个绿营的超级网红，那搞不好还有活下来的机会。只有你活，其他人都死。这就跟现在川普一样啊，对吧？你跪下来，乍看下来你是活了。但实际上呢，川普的大棒继续要打你，觉得民进党真的要深思。如果真的因为依照现况下这个办法，大概会有数万人的陆配都要直接被取消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而且呢，到时候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大陆国籍了，他就是国际人球，他就是人球。政治的效果上来看啊，那台湾的中间选民一定是会反感。来，我们来听一下哦。没有，对啊，我可以事后可以注销，这个法条有写，哪里有写？白纸黑字。好，你要跟我没关系，因为我本来就是负责法令的人。等一下哦。我的身份证是93年之前拿的。对，那所以还是要照现在的规定，因为现在如果我们知道你两边有户籍一样啊。你举证我嘛，我就说没有嘛，我那边就没有。你没有放弃就是有啊。我说我有放弃，你非要说我没有放弃。从小到大，怎么可能在大陆都没有身份？我去找你的资料，绝对有你大陆的身份证啊。大陆我没有啊，我没有啊，你有。要这样的话，你要不要留你的资料？好，我拿看。那上次大陆地区人民身份的话，申请定居也申请不到。我们如果发现你根本没有大陆身份，我们还给你定居证，那致死无效，就直接给你撤销就好了。我没有大陆的身份，我现在就跟你说我没有大陆的身份。是青鸟训练出来的。没有，你申请的时候一定有啊，你一定用大陆人的身份来申请到定居的啊，对吧？我那个时候是22年前呢，你硬是要我去证明22年前的事。我们的规定里面当然会跟你追究啊。追究，所以是老兵也要回去吗？那老兵也要回去吗？他们从大陆来的老兵也要回去吗？什么叫从大陆来？对呀，他们是台湾人啊。我也是啊，我也是台湾人啊，我拿到台湾身份证22年了。原来是大陆人，你原来是大陆人。那老兵原来是不是大陆人？老兵原来是不是大陆人？我现在是讲你的状况，不好意思，我是讲你的状况。经发现有依两岸条例的决议9条之一，在大陆设有户籍或领用护照的人，会因为这样丧失台湾地区人民身份，我们是可以废止你的定居许可，并由移民署通知户政事务所撤销或废止你的户籍登记。就这样，结果就是这样。
我不属于这里要面的。不要缴，或有什么困难？嘿，我有申请啦，我都说我都照法条做啦，我都照你们要求的做了没有，你93年之前没有这一条，会通知到你，表示系统里面根本找不到你有缴。那你们93年之前没有做到，为什么现在2025年再来通知我？93年好，那你现在是觉得有困难吗？不放弃吗？不是不放弃，我不是不放弃，我就没有啊！你要我怎么去申请？我跟谁申请？一定有，那我们就会要你说，那你当初有注销户籍的资料，请你交过来嘛。我要跟谁？我交了，你说我没交，那我说我交了，你说我没交。跟你要过什么会有交？那你现在跟我要，我要跟谁要？是22年后你再跟我要，你为什么2年之前法规没有说要啊？哦，好奇怪哦。你改法规，你也不能22年之后。你要不要留资料？好，不好意思，我只是照规定讲而已。好，我知道。要请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那是保障你在台湾的身份权利。如果真的没有走到这么难看的那就没有办法。嘿，不来啊，回大陆过吧。好啊，你帮我找出。回过大陆吧。大家都有去过啊，那不是我以台湾的身份过去的，我去过2次。你有回去过？对啊，去过2次啊，我以台湾的身份过去的。嘿。没关系啦，因为台湾这边看得到你台湾的，看不到你用大陆的身份啦，没关系。反正规定里面就是这样子，你就是麻烦你补缴，好。那逃逸的外籍劳工，你不去抓不去找，然后来抓这个已经在台湾定居20-30年的陆配，难道他是间谍？间谍要从行为上来抓？都没有，现在就只要是陆配的身份，反正就通通都赶出去。台湾如果把内部所有的陆生、陆配全部都赶走，把国民党立委全部都下架，台湾到底是越安全还是越危险？民进党觉得是越安全，但我看是越危险。但民进党如果觉得这样很安全，他的做法就民进党觉得，你看我们就要下架国民党立委啊，不然就会被共产党统一啊。我们就要把陆配都给赶走啊，我们把这个陆生都赶走啊，不然我们就会被统一啊。可是在我看来，现实明明就是你赶的越多，就越快统一啊。台湾没有任何的陆客、陆生、陆配，然后没有任何支持两岸和平交流的声音，那大陆当然就是打了更不客气了，有什么好客气的？打了又不是自己人，又伤不到自己人，就算可以回大陆，回去哪？去哪里定居？他连住哪里都不知道，他没有房子，他是怎么住啊？就专门搞这种妻离子散跟家破人亡的事情，这是民进党在干的。现在没有办法，就说我不管政治啊，我不表态啊，不会怎么样啊。是啦，过去因为你可以不表态，你可以很舒服的不用去管太多政治，原因是什么？因为有人帮你扛着嘛。比如说侯汉廷，对不对？被禁管5年，之前很多人跑来留言说什么，大家知道吗？下一波就会对付外省，可不可以？你说没有法条，你确定这个法条说04年存在，04年是这样让你用的吗？他还不是这样搞你。所以大家了解到是说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其实远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一波接着一波，一茬接着一茬，人群把你划分之后，切割到最后，总有一天会切到你身上，就是这样。所以大家真的要站出来哦。